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，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你好，跟你说话不需要拐弯抹角，因为你一定听不懂。简单一句话，把家珍还给我。家珍是我的老婆，不是货物，不能给你。你们两个不是挂名夫妻吗？你不要乱说话。你的眼神已经泄露了一切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？啊，因为家珍的心里只有我。家珍不可能再喜欢你了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家珍比较在乎我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，要不要试试？好，我们现在就马上约家珍出来见面，看她怎么说。不用，我先来。为了公平点，我会发一样的短讯。走了。你是怎么弄到他手机的？这不用你管。家珍现在在哪里？家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想制造误会。你玩什么我不管，千万不要把我拖下水。放心，不会连累你的。这个男人不简单，不能再继续跟他合作了。常婉珍不可能这样对我的。喂，常婉珍，你下班了吗？我现在来接你。家珍刚刚走开，不要再打来了。子俊，叫家珍来听电话。他不会接你的电话。不用担心，我只是跟他叙叙旧，你老婆会回来找你的，啊？
接你的电话，不用担心，我只是跟他叙叙旧，你老婆会回来找你的，啊？放我出来！我煮了婴儿摆了雪梨汤，待会有的喝了。你会做啊？对了，麻的，厨房里的那些婴儿你在哪里买的？色泽香味比我买的还要好。那就是我常去的那家中药店的老板留给我的，熟客才买得到。这就难怪了。厨房里的那些婴儿被我用完了，我们明天再去买。好，明天我带你去。哎，建海。马上，大嫂。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家珍呢？家珍的爸爸不舒服，他回去照顾他。他爸爸病了，严重吗？好像是感冒吧。马德，我有点累，我先上学。会不会是吵架了？应该不是吧？要不是吵架，建海一定不会丢下家珍一个人回来了。喂，我问你，家珍为什么没有跟建海回来？哦，因为他现在在我家里。他为什么还在你那里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放心，没事的。哎，小佳现在应该天下大乱了吧？没有，建海撒谎，麻德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哦，他的心现在一定在流血，可惜我看不到。你到底打什么主意啊？你明天就知道。我警告你，不要玩得太过火，也不要把我拖下水啊！
说。子君，开门啊！明天再来找我。子君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知道你在外面，开门啊，子君！子君，开门！子君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给我几分钟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现在离开建海，我们两个重新开始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说过多少次，我是不会离开建海的。你不放我出去是吗？我就死给你看！不要，你开门啊！好。我不应该醒来，我真的不应该去见他，我太傻了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回家。回来了，马丹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看见你房间里没人，我就知道你出去接家珍了。怎么样？家珍的爸爸好点没有？家珍的爸爸吃了药睡着了。都那么晚了，怎么不留在那边照顾他呢？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去看他。啊，对。也好，那明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他。不用了，马丹。为什么？因为爸明天还要去看医生嘛。哦。马丹。早点睡吧。你们也早点睡。知道。好的，晚安。你跟马德说我回家了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所以只好说我爸生病，你留在那里照顾他。那你为什么在子君家外面等我？我打电话给你，是子俊接了电话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一定是说了很难听的话。你为什么到现在不要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件事就当作没发生过，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子君用药把我迷倒，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让我出来。那你为什么要去见他？他说要自杀。所以你就要上去他的家。你不相信我？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相信。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很累了，要睡觉。
建海，建海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听我说。我都说我相信你了，你还要我说什么？谢谢你啊，老板。老陈啊，以后我媳妇来买东西，你要给她上等的货啊。一定一定。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麻德，昨天晚上我听建海说嘉盛爸爸病了，你说我们该不该买些补品上去看看他？幸亏你提醒我。老陈啊，你给我包一些补品，我送人的。谁呀？来了来了。亲家您好。亲家母怎么这么有空啊？请进来坐。亲家翁，你真的生病了？生病有假的吗？你以为我很喜欢生病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您不要介意，这小贝不会说话。我们知道您不舒服了，特地来看看您。只是一点小事而已。你们先请坐，我去泡茶。哦，不用了。我们坐一会儿就走，不打扰您。哦。哎呀，你们有心就好了，何必破费呢？小小意思，请你收下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生病啊？是建海昨天晚上提起来的。建海？是啊，他说您家里没人，所以家珍下了班之后要赶过来照顾您呢。对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人老了身子虚啊。是啊，怪不得啊，说头痛就头痛，说感冒就感冒。没有了，我只是一点小毛病而已，只是家珍不放心，一直说要过来照顾我。亲家母，你不会见怪吧？哦，那怎么会呢？这是应该的，父母有病，做儿女的应该尽孝道。哦，还好你通情达理啊。家珍从小呢就很孝顺父母的，不像有一些人呢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两头蛇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亲家翁啊，你病得那么严重，怪不得家珍昨晚一整晚都没回家，看来她是在这里照顾你吧？是，我一直叫他回去，不用管我，他就是不肯，结果在这里留到天亮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我是不是讲错话了？哎呀，我可能发烧烧坏头脑了，我没有讲错话。没有，我们也不做了，您好好休息吧。哦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女儿撒谎，老爸也一样，这家人啊。你是不是知道家珍昨天晚上去了哪里？妈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如果你不知道，怎么会故意去试探亲家，套他的话出来？如果家珍昨天晚上真的去照顾爸爸，那建海也不会一个人回家，也不会那副难过样子了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？家珍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，建海还帮着他圆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应该是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吧。无凭无据的，不要乱说。我是实话实说，我承认我不太喜欢家珍，或许又认为我心胸狭窄。不过我实在无法忍受王家的那些人一直看准建海心肠软，不断从他身上挖取好处。对了，马德，你会不会觉得家珍对建海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啊？我是担心建海是单方面付出，到头来得来的是一场空啊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？都几点了？今天都没有人来，等一下怎么来得及做生意？开门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姐。许个愿吧。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来拍个照吧。等一等，
我要先跟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先拍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芬芬，因为没有芬芬就没有今天的袁大宝。我们先拍好吗？大宝，妈，安吉，你来了，一起庆祝吧。不要叫我安娣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呢。大宝啊，跟我出去。妈，什么事啊？那女人是谁？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你还说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？不要告诉我你们在一起。她叫芬芬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呀、她不适合你。你们的年龄相差这么大，她几岁了？40多岁。你跟安克森也不是一样，你们年龄相差20几岁，你还不是嫁给他？你有什么理由反对我？这个社会是不会接受女方比男方大的。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。总之你放心，芬芬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就像安克森照顾你一样。我们妈，你是在帮我庆祝生日的，对吗？谢谢你啦。我去吃蛋糕了啊。进去啦。我拿蛋糕给你妈。请问怎么称呼您我叫 Wendy， ？Wendy， 吃蛋糕吧。不用了，我吃不下。其实刚才大宝他……我不是一个不开通的人，也不是对你有成见。不过我真的不赞成你们2个人在一起。我跟大宝真的没有最好。大宝这个孩子我最了解了，他是想利用你来气我。你说你了解大宝，可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了解他。是吗？你对大宝好，我很感激你。不过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不要让人看笑话。Wendy， 我真的没有跟大宝在一起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现在不是，以后也不会。你们做蛋糕果然比我妈买的好吃。你为什么告诉你妈我是你女朋友？她可以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大1倍的老头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朋友？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？你一直抗拒你父母，不肯多去了解他们，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的婚姻没有感情的基础呢？是有感情基础的，不过它的基础是建立在金钱上面。所谓日久生情，如果那个男人很好，你妈对他产生感情是很正常的。我还以为只有年轻人喜欢做梦，没想到年纪大的人也会哦。我只是相信感情可以跨越年龄。Sorry， 我不相信。好，不相信是吗？我们就来赌一赌吧。赌什么？赌如果我能够感动你，你就要接受你妈。你是不是太空闲了一点啊？怎么了？怕？赌就赌，不过怎样才算被感动呢？如果你开始对我有好感，想主动约我出门，那就算是被感动了。你输定了啦！今天你穿的这个样子啊，你去野餐呐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像是时光倒流了10年。啊，这么花心思，做给谁吃？一个朋友。你这个动作很熟悉，很像一个人。像谁啊？像建海，他那个时候做饭给家珍吃。不管是笑容和动作，都跟你现在很相似，是吗？找到对象了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去感动一个人。怎么是你？你是几时进来的5分钟前吧，我不想吵醒你。我是被你吓醒的。醒了也好啊。那这个送给你。哇，你想干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忘了，我要来感动你啊！你是认真的啊？算了吧，你是不会成功的。OK？啊，
喂，年轻人怎么可以这么贪睡？起来呀！哎呀，老板，我难得休假，就放过我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肯起来是因为你怕被我感动，对不对？那好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谁说我怕被你感动的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为什么我做给你的早餐你就不敢吃呢？你就继续做你的缩头乌龟吧。我才不怕你！我告诉你，你想去哪里我都奉陪到底。到时候输的人一定是你。那好啊，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你敢不敢跟我去？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你要问多少次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还是不要了。还没开始就要投降了？我是怕人家说我一个大男孩欺负女孩子。谁欺负谁，要比过才知道。我小学的时候呢是有练过柔道的，教练呢常常赞我很有天分。我是中学才开始学的，我的教练说我还 OK 啦。你还 OK 就想跟我比？你早上有没有喝牛奶啊？我怕你骨头散啊。废话少说，开始了。好啊，来啊！小心点啊！手下留情。呀！我输了，不比了。做人嘛，要学会谦虚，不要看轻别人，尤其是女人。OK？喂，再炸下去就变黑炭了，快拿起来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哇！哎呀，叫你看一下，就炸成这个样子啊！你想害我啊？不是我啊，是建海啊！对不起，不关你的事。我叫你做，你就叫别人做。现在炸成这个样子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要重新炸过的嘞。你最好不要去赌场啊，整天骂人，一定输钱的。你还说做事啦，再那下去的话就来不及出菜了。你给我小心一点，做工啊！喂，这几天你怎么怪怪的？发生什么事？没事。昨天你切菜切到手，今天炸鸡翅膀又炸过头，你还说没事？我说没事啦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会影响工作。你到底在心烦什么？是不是跟家珍有关？家珍怎么了？家珍，她跟子俊在一起。怎么可能？他们好像一直都有联络。你确定吗？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看到家珍从他的公寓走出来。从公寓走出来，并不代表什么。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打电话给家珍，没想到是子俊接他的电话。那你问他了吗？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是子俊骗他上去他的公寓，然后用药把他迷倒，再不让他离开。那他最后是怎么脱身的？你没有问清楚吗？那家珍有没有报警？好像是没有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竟然不报警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夫妻之间是要坦诚相对的。我问你，如果家珍真的是做错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建海，大哥知道你很难过，可是你不能够逃避。这件事情，你要勇敢的去面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会失去家珍的。我知道，大哥，我去送饭。大哥，你找我？家里不方便谈，所以我来这里找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，你应该最清楚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建海已经告诉我你跟子俊的关系了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还在乎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对建海的伤害有多大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其实已经跟他解释清楚了，不过他就是不相信我。你要他怎么相信你？如果你说的句句都是真的，那么为什么你不去报警呢？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子俊刚出狱，可能他心里不是很平衡。再说他根本没有伤害到我。总之，我是不想把他逼入绝境。OK， 你所说的话都很合情合理，但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相信你。我现在只知道，建海这次伤得很重，他连追究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，他宁愿当成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知道，我也很痛苦，不过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让他相信我。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当初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现在既然你选择了建海，那么为什么你还跟子俊藕断丝连？我跟子俊根本没有。你要解释的对象并不是我，而是建海。我知道他很努力的在想办法去相信你，可是他根本就做不到，那是因为他很爱你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他没有真感情，就不要再拖累他，还他自由。那是你报答他最好的方式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家珍是我老婆，我不准你再约她，也不准你再去找她。你笑什么？你终于像个真正的男人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认真的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老婆现在给你戴绿帽，你没感觉吗？哇，还那么理直气壮的啊！家珍有你这样的老公，真幸福。这一拳算是家珍跟我欠你的吧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离开家珍？因为我爱她。那你为什么又不能离开家珍呢？因为她是我老婆。你知道为什么她嫁给你？是为了报复，利用你，刺激我。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你最清楚。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们两个结婚了那么久，为什么她不愿意跟你圆房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家珍亲口告诉我的。她为了我才一直守住贞洁，不让你碰，明白吗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其实结婚后，她都一直想离开你，但是她又担心你受不了。她跟你在一起是同情你，可怜你。不要再说了，公道一点。我现在只想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家珍根本不喜欢你，她爱的人是我。别再拖下去了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家珍，一起回去，把所有的事情跟你妈说清楚。
你老婆现在给你戴绿帽，你没感觉吗？啊？你们两个结婚了那么久，为什么她不愿意跟你圆房？其实结婚后，她一直想离开你，但是又担心你受不了。她跟你在一起是同情你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既然你选择了建海，那么为什么你还跟子俊藕断丝连？如果你对他没有真感情，就不要再拖累他，还他自由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把事情跟肖家说清楚，搞不好家珍今天就不用留在这里了。你不要乱来啊！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总之，今天我一定要把家珍带走。你为了家珍，你什么都敢做。祝你好运。家珍，下班了。本来想约你吃饭，不过你不接我电话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亲自跑来这里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已经说过，除非你回到我身边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你想干嘛？你不要乱来，子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有什么话进来说清楚，不要在外面拉拉扯扯。坐吧。让我把话说明白了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知道，我是来找家珍的。家珍已经嫁人了，她是建海的妻子，是我们肖家的媳妇，你怎么能够这么无耻啊？那只是名义上，家珍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的情人。我来找她是天经地义，会无耻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哎，你的心都不在这里了，我们两个偷偷摸摸也不是办法。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都是真的。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分手过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诬赖我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家珍，我问你，那天晚上你2点多才回家，你去了哪里？我爸生病了，我会去照顾他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睁着眼说瞎话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那天根本就没有去你爸的家。没错呀，他那个晚上是在我的公寓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今天要不是他上来了，把事情说了出来，你打算一直的骗着我，还串通你爸爸跟建海一起帮你说谎。好的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听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。那天我真的是在他的公寓，不过一切是他设计来陷害我的。他传了自杀的简讯给我，引我去那里，然后用药把我迷倒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不让我回家。我还有证据的，我可以给你看。明明有的，怎么不见了？你别再找借口了，反正一切都已经揭穿了，人家是不会再相信你的。还有啊，那个晚上的事，建海已经知道了。我有没有告诉你啊？建海他来找过我，他求我要我把你让回给他。哎呀，我看到他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真的不忍心哎。建海好像真的很爱你，不然他怎么会愿意只跟你做挂名夫妻呢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挂名夫妻啊？是建海自己承认的。Auntie，如果你在等着抱孙子的话，
别等了。喂，他说什么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什么挂名夫妻啊？你说他说什么？马德不好了，警方打电话来说，建海出了车祸，被送到医院去。什么？啊？有人看见你儿子冲过马路，车子来不及停。马德，静海他怎么会出车祸的？都是他害的。家珍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跟他说话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动了手术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他的左手神经线严重受损。那他的手以后会怎么样？目前还很难说，还要继续观察。建海，建海，哎呀，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建海，你走，你让我陪陪建海吧。你不配！你看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，他不想见到你，我也不想见到你，你马上给我出去！马德，你给我出去！走！我叫你出去！你走吧，不要再让马德生气了。走吧，走。还是回去吧，留在这里没有人会同情你的，今天也帮不了你的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不要再跟我斗，你偏不听。今天会有这样的局面，你只能怪你自己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为什么把建海扯进来？你还要把账算到我头上？他是无辜的。那你有没有想想这件事情，谁的责任最大？你对建海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根本就是在利用他来报复子俊，你一次又一次的利用他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他。够了！都是我的错，算我求你，你放过建海吧。我认输了，你赢了。紧锁的眉头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